各位乡亲，各位网络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全。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过？明明这阵子吃东西都很小心呐，什么海产啦、啤酒啦都忌口了，结果半夜睡到一半，脚趾头那个关节突然像被火烧、像被老虎钳夹住一样，痛到让你从床上跳起来，连盖在上面的棉被那个重量都让你受不了，风吹过去都感觉像刀在割。我跟你们说，我有一个50几岁的朋友，一位大姐，她就是这样。她已经快到更年期了，平常吃的比谁都清淡，拜拜的鸡汤她都只喝汤不吃肉。结果呢，痛风还是3不5时就来报到，痛到要去看医生打针，搞得她很郁作，跑来问我：福全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看着他那个痛苦又无奈的样子，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他研究清楚。因为如果连这么小心的人都会发作，那肯定代表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痛风元凶抓错了，真正的坏蛋另有其人。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福全啊，你怎么好像很懂？哎呀，不是我爱说，实在是久病成良医啊。几年前，我也是因为膝盖跟血糖的问题，被医生警告，再不注意就要出大问题了。从那天起，我也不敢铁齿了，就一头栽进去，看了很多书，问了很多专家，才慢慢理出一些头绪。结果发现，哎呦，原来我们以前好多关于身体的观念都是错的。今天我就把我研究这个痛风的心得，一次完整的分享给大家。首先，我们要处理第一个最大的冤案，就是我们都把矛头指向一个东西，叫做普林，对不对？医生也说你这个普林太高，不要吃香菇，不要吃内脏，搞得普林好像是毒药一样。可是各位好朋友，真相是普林它根本不是坏东西，它是我们身体细胞最基本的材料。你记得我们以前读书，老师有教过一个东西叫 DNA 吗？就是那个决定你是你，我是我的遗传密码。普林就是组成这个 DNA 的砖块之一啦。所以你说我们身体能没有它吗？不行嘛。我们吃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只要它有细胞，它里面就有普林，只是多跟少的差别而已。那普林在我们身体里代谢完会变成什么？就是我们闻之色变的尿酸。你先不要紧张哦，尿酸它也不是废物哦，在正常的浓度下，尿酸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氧化剂。什么是抗氧化剂？你就把它想象成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保全人员，专门负责去抓那些会让我们身体生锈、老化的坏分子。所以你看尿酸不但不是坏蛋，它还是保护我们的自己人。听到这里，你一定更糊涂了。福全你一下说普林是好东西，一下又说尿酸是自己人，那我这个关节是谁在痛啊？难道是我自己幻想的吗？问得好，各位，这就是今天要解开的最大秘密。痛风的关键从来就不是尿酸的量有多少，而是尿酸的形态。什么意思？我来打个比方，你就马上懂了。你想象一下哦，现在你面前有一杯温温的、甜甜的蜂蜜水，这杯蜂蜜水就是我们健康的血液，里面的蜂蜜就是尿酸。在水温够、水也够多的情况下，蜂蜜是不是都乖乖的溶解在水里？你喝起来甜甜蜜蜜的，什么事都没有。这就是尿酸在血液里正常溶解的状态。但是如果今天发生了几件事，第一，
天气突然变冷了，这杯蜂蜜水变成了冰水。第二，有人偷偷把杯子里的水抽掉一半。第三，更坏了，有人还往里面倒了一点醋，让水变酸了。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原本溶解的好好的蜂蜜，它是不是就待不住了？它就会开始变回一颗一颗的尖尖的硬硬的糖粒，沉淀在杯子底下，对不对？我们身体里的痛风就是这样来的。那个从液体变成固体的过程就叫做结晶。当我们血液这个环境改变了，尿酸这个好人就被逼得从溶解的状态变成了一颗一颗固体的尿酸结晶。这些结晶有多可怕？你把它拿到显微镜下面看，它就像非常非常细小的玻璃碎片，或是一根一根的绣花针。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哦，我们的关节里面本来是充满了滑顺的润滑液，结果现在突然跑进去成千上万你看不到的玻璃渣跟绣花针。你每动一下，甚至不动，它就在你的软骨、你的组织里面不断的去刮、去刺。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警察，看到这些结晶凶器，它会怎么办？它一定会立刻派兵去攻打它啊！这一打起仗来，你的关节是不是就开始红、肿、热、痛？这就是痛风发作的完整过程。所以你看，问题的根源不是尿酸太多，而是尿酸结晶了。它从一个本来无害的液体变成了一个会伤人的固体，这才是我们痛苦的真正来源。好，道理我们懂了，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谁？是谁改变了我们身体这杯蜂蜜水的环境？是谁逼得我们身体里好好的尿酸非得结成晶变成针来刺我们？接下来，福全就要扮演侦探，带大家来揪出躲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真正的4大元凶。这4个元凶比你吃的那些海产、喝的那些啤酒还要可怕100倍。第一个元凶也是最常被我们忽略的，叫做身体大缺水。我讲缺水，你可能觉得，哎呀，福全，我水喝很多啊，怎么会缺水？嘿嘿，你喝下去的不一定能帮身体补水，有些东西反而是我们身体里的隐形抽水机，你喝越多，身体越干。我点名3个最常见的。第一，咖啡跟茶，尤其是浓茶。很多老先生早上起来就喜欢泡一壶浓茶喝一整天。茶跟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它会利尿，就是会让你一直跑厕所。你尿出去的水比你喝进去的还多，你说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干？第二，酒精，这个更厉害了。酒精不只是利尿而已，它利尿的效果是咖啡因的好几倍。而且酒精在代谢的过程还会产生乳酸，这个乳酸会跟尿酸抢着从肾脏排出去的通道，等于是路就这么一条，酒精这个恶霸把它占住了，尿酸就只好塞车，通通留在身体里。第三，也是最可怕的，含糖饮料，尤其是那种喝起来很甜的手摇饮、冬瓜茶、汽水。里面的果糖是加速尿酸飙升的超级燃料，它会直接而且非常快速地提高我们血液里的尿酸浓度。你喝一杯含糖饮料，等于是往你那杯快要饱和的蜂蜜水里又倒进去半罐蜂蜜，你说它能不结晶吗？我来给大家描绘一个一日情境，你看看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假设有一位林伯伯，他早上起床精神不好，先泡了一杯浓浓的乌龙茶提神。中午跟老朋友去吃饭，开心喝了2瓶啤酒。
下午天气热，觉得口渴，在路边买了一杯冰的冬瓜茶，咕噜咕噜喝下去，觉得好爽快。晚上回家好像也没喝什么水，你算算看，他喝了很多液体，对不对？但茶利尿，酒加倍利尿，冬瓜茶又增加了大量的尿酸原料，他整个身体其实是处在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状态，血液变得又浓又稠，尿酸浓度飙高，只要一个小小的刺激，痛风就立刻发作了。再来，第二个元凶，高糖与精致淀粉的饮食，这个跟刚刚的含糖饮料有点像，但范围更广，包括我们常吃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饼干、蛋糕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空热量。吃下去除了给你热量，没什么营养，它们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代谢偏酸的环境。身体一旦偏酸，会发生什么事？它会大大降低尿酸在血液里的溶解度。我再用刚刚那个比方，就好像有人偷偷往你那杯蜂蜜水里倒了很多醋，水变酸了，蜂蜜尿酸就没办法好好溶解，只好吸出来变成结晶。所以，就算你的尿酸值没有特别高，但只要你的身体环境是偏酸的，你痛风的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我们再来想象一个情境，陈妈妈的一天，她早餐吃2片白吐司夹果酱，中午为了方便吃一个排骨便当，里面满满的白饭，配菜油腻。下午3点嘴馋了，吃一块朋友送的蜂蜜蛋糕，配一杯3合1咖啡。晚餐煮了一锅面，全家吃。你看，它没有大鱼大肉，对不对？但它一整天吃下去的，几乎都是会让身体变酸的食物。它的血液已经变成一个对尿酸非常不友善的环境，尿酸在里面是度日如年呐，只好赶快结成晶，找个地方躲起来。接着，第3个元凶，末梢关节的温度过低。这个道理最简单，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冰糖在冰水里很难溶解，一定要在热水里才化得开？我们身体里的尿酸结晶也是一样的道理，温度是决定它能不能乖乖溶解的关键。那身体哪个地方温度最低，就是我们血液循环最末梢的地方嘛。手指头、手肘、膝盖，还有超过1半的人第一次痛风发作的地方，脚的大拇指关节。这些地方离我们的心脏最远，血液流到那里都变冷血了。再加上我们平常如果又不爱动，循环不好，那这些地方的温度就更低。所以尿酸结晶这位坏蛋最喜欢挑这种又冷、循环又差的地方下手。这就是为什么痛风特别容易在这些地方发作。情境又来了，一位李小姐，她是在办公室上班的，整天都坐在冷气房里，冷气呼呼地吹。她又爱漂亮，穿得比较少，平常手脚都冰冰冷冷的。中午吃饭，她最爱喝一杯冰的珍珠奶茶，下班回家还要吃一碗冰淇淋才过瘾。她这样的生活习惯，就是在亲手为尿酸结晶打造一个最完美的犯罪天堂啊！她的脚趾关节就像一个常年开着冷气的小冰箱，尿酸流到那里不结晶才怪呢。最后第4个元凶，这个比较特别，叫做荷尔蒙的失衡。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位50几岁的大姐朋友吃得那么清淡还是会发作的原因。我们女性朋友身体里有一种荷尔蒙叫做雌激素，这个雌激素就是我们身体的保护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的肾脏把尿酸排泄出去。所以女性在更年期以前有雌激素这把大伞保护着，
得到痛风的几率比男生低很多。但是，一旦进入更年期，雌激素分泌大量减少，这把保护伞等于是破掉了，变小了，那身体排泄尿酸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很多女性都是在停经之后才发生第一次的痛风。那男生呢？男生虽然没有雌激素的问题，但我们有雄性激素。当年纪大了，雄性激素的功能也会慢慢退化，同样会影响到尿酸的代谢。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进入中年之后，荷尔蒙这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好，我们现在把这4个真正的元凶都揪出来了：身体大缺水、高糖酸性体质、末梢温度低，还有荷尔蒙失衡。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4个坏习惯，您不小心符合了几个？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来找出问题，面对它。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紧张，甚至有点沮丧。哎呀，我好像4个都中了，怎么办？别怕，别怕，福全，我今天把问题揪出来，就一定会给大家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不花什么钱，在家里就可以开始做。我把它整理成护关节6大心法，请你一定要记下来。心法1：聪明喝水，温水入喉，浊物快流。水是我们身体最好的清道夫，喝足够的水可以稀释血液里的尿酸浓度，还可以帮助肾脏把尿酸排出去。那要喝多少呢？不要去记那个2000、3000的数字，太复杂。你就记一个最简单的标准，观察你尿尿的颜色。如果颜色是那种清澈的、淡淡的黄色，那就代表你水喝够了。如果是深黄色，甚至像茶一样的颜色，那身体就在跟你大声抗议：主人，我缺水啦！还有一个重点，要喝温开水，而且要小口小口慢慢喝，不要等到很渴了才拿起杯子猛灌，那样水很快就又变尿液排出去了，身体根本来不及用。你看，这是不是全世界最简单、最便宜的保养方法？你家里水龙头一开就有，完全不用花1毛钱。心法2：吃对食物，甜食忌口，好油补漏。既然我们知道高糖和精致淀粉会让身体变酸，那反过来，我们就要尽量少吃这些东西。我不是叫你完全不吃，人生这样太痛苦了，而是要有意识的减少。比如说，今天你吃了蛋糕，那晚餐的饭量就减半。平常喝的含糖饮料改成无糖的茶或是柠檬水。这些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同时，要多补充一些好油，特别是 Omega-3。它在哪里？在一些深海鱼里面，比如青鱼、秋刀鱼。如果平常比较少吃鱼，也可以选择品质好的鱼油来补充。Omega-3 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灭火队员，它可以帮助我们把发炎的火扑灭，让身体好好的进行修复。心法3：局部加热，暖暖手脚，结晶难找。这个方法是专门对付末梢低温这个元凶的，做法超级简单，就是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也好，睡觉前也好，准备一盆比体温高一点点的温热水，大概40度左右，泡泡手，泡泡脚，一次泡个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微微出汗。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末梢的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把温暖的血液带到这些最远的地方。你想想，把那个小冰箱变成小暖炉，尿酸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在里面结晶作怪了？这也是在家就能做，不用花钱的好方法。
心法4，身体要动，循环才通。久坐是现代人的通病，也是造成我们循环不良、体温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动起来。你不用去跑马拉松，做那种很激烈的运动，你只要每天或者至少每周3到4次去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快走、甩手功、太极拳，让身体微微发热，心跳稍微加快，就非常有帮助了。运动可以全面性地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把养分送到全身，也把废物带走。它就像是启动了我们身体里面的帮浦，让那杯蜂蜜水不停地温和地流动，自然就不容易沉淀结晶了。心法5，肠道清空，一身轻松。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身体里有高达30%的尿酸是靠我们的肠道，也就是跟着大便一起排出去的。所以保持肠道通畅，不要便秘，对于控制尿酸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有长期便秘的困扰，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益生菌，腹部按摩都是很好的方法。肠道通了，等于是帮肾脏分担了1/3的工作，尿酸的总量自然就容易控制下来。心法6，寻求专业，莫要自作。最后这一点是针对荷尔蒙失衡的问题，福全要特别提醒，荷尔蒙的问题比较复杂，千万不要自己去外面乱买什么东西来补。如果你怀疑自己有这方面的困扰，特别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最好的方法是去找一位你信得过的医师，跟他好好咨询，做详细的检查，让专业的人来给你专业的建议，这样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好了，以上这护关节6大心法：聪明喝水、吃对食物、局部加热、规律运动、肠道通畅、寻求专业。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方法其实都不是什么多困难的绝招，它们就是最基本、最朴实的健康生活习惯。讲到最后，福全想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个让你痛不欲生的关节剧痛，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敌人，你要把它当成是我们身体里最忠实、最敏感的健康雷达。它会痛，它会叫，不是为了折磨你，而是它在用最大的力气向你发出警报。它在告诉你，主人，你身体里面的环境已经失衡了，你那杯凤米水已经快要变成一杯糖霜了，再不处理就要出大问题了。我们很多痛的时候就吃止痛药，压下去就算了，这就像是我们的警报器在响，我们嫌它吵就把电池拔掉，结果呢，火灾还是在继续烧，只是我们听不见了而已。所以每一次的疼痛都是一个转机，它在提醒我们要回过头来好好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看看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健康啊，真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就从今天开始，为自己多倒一杯温开水，少吃那一块蛋糕开始。你给身体好的环境，身体自然就会用健康来回报你。当然，福全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服用任何药物，或者你的状况比较严重，一定要先跟你的医师或药师讨论，不要自己随便停药或改变治疗计划哦。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一点点的启发，福全拜托您，请您一定要按下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以后我分享更多这种学校没教、医生太忙没空讲的健康真心话，您才不会错过。也请您发个慈悲心，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为关节疼痛烦恼的人。您的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很可能就帮助他少走很多冤枉路，解决他常年的痛苦。您也知道，现在网络上这种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很难得，
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就看不到了。记得先下载或收藏起来。我是福全，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